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有非常多的客人呢想要做雾眉，但是往往蛮多客人来到现场的时候呢，要做雾眉之前呢，我们一询问之下，也许他有某些疾病，而导致他不可以做，现场就会进入一片尴尬的窘境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特别说明一下，有什么样子的人呢，他是完全不可以做雾眉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也会再补充几点，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可以做雾眉，但是他可能不太适合做雾眉，又或者是他某些区间的时间是不太适合做雾眉，之后就可以做。今天我们会列举给大家知道。我们首先举4个在生理上完全不可以操作的状况。第一个就是蟹足肿体质。假设你有蟹足肿体质，它是会透过我们的轻微创口而产生皮肤增生。那我们在做雾眉的时候，万一你的眉毛2条肿起来了，在脸上可能是不被允许的，所以有蟹足肿体质的要先避免。第二个就是如果患有糖尿病的话，我们是不建议操作的，因为糖尿病患者在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血液它其实不容易凝固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就容易产生细菌感染，那最后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蜂窝性组织炎。这种状况呢，我们要尽量避免，所以糖尿病也是不能做的。第3个就是经由血液会有传染性疾病的症状，也是不能操作的。举例来说，像是 C 型肝炎，或者是艾滋病，或者是肺结核等等的，其实这些人都不太适合操作。这个主要呢是要确保操作者和客户之间的双方权利，所以针对这种传染性疾病的也是不能做的。第4点就是曾经你有做过纹绣或者是刺青，针对纹绣用品或刺青用品会产生过敏现象的人，也是完全不可以操作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不适合做的模棱两可的状况。这种状况就蛮多的咯，因为你虽然生理上是可以做，但是你可能到了现场，你可能会被打枪。为了大家避免尴尬，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特别把它列举出来，讲解给大家听，为什么你不可以做。第一个，你有严重高低眉，但是你又要求完美的人，各位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，其实无论你有没有严重高低眉，我们的眉骨左右两边、眼睛左右两边也都是不一样的，骨骼肌肉上面如果都是不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算贴上一模一样的眉毛，基本上也不会长得一模一样。好，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严重的高低眉，然后你又要求它要完全一模一样，这种人呢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就再想想看，因为可能达不到你的需求。第二种人呢，就是如果我们在脸部的部分刚做完医美的，举例来说，像是肉毒玻尿酸埋线拉皮、电波拉皮等等类的，我们都稍微等它大概1到2个月之间过后呢，等你的这个妆容都已经定型了，好，我们再来做操作。所以在这个前面1、2个月之间，这是不适合做的，但是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做，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等待，等1、2个月过后再来。第3点就是，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，又或者是皮肤比较白、代谢黑色素能力比较好的人呢，这一类的人在做完我们的雾眉之后呢，留色可能会不太好。那这一点可能要请大家留意，如果你做过1、2次雾眉，然后你的留色都不太好，就是你的判定你的皮肤就是比较白的这种状况，你可以再自己衡量看看说，也许我们花一样的钱，但是效果可能会比别人短暂，这样子到底值不值得？如果你觉得 OK， 那就可以做；如果你觉得不 OK， 我们就是留色比较差，那这种人其实也不太适合做。那纹绣师大部分都会先告知，但是我们毕竟不知道你的体质，只有你自己比较了解自己的体质，只是说这个可以先把它放在前面讲一下。第4个就是，如果我们有怀孕的话呢，基本上在怀孕的孕期期间，我们都不适合做的。只要我们把宝宝生完之后呢，过后就可以操作了。所以孕期这段时间不适合做。第5个就是未满18岁，未满18岁的小朋友呢是不可以操作的。他如果要操作呢，必须要他的监护人同意。那很多小朋友他来花这一大笔钱的时候，监护人并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过程呢，基本上等他18岁，他就可以完全有自主权了。第6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，我觉得第6个这个呢，就是纹绣师和客人的部分都可以仔细想想看，也就是沟通不良的时候呢，我们到底要不要操作？我会建议，如果亲爱的顾客，如果假设你在和这个纹绣师沟通不良的状况之下，你也要勇敢的说出我可能先不要做。那我觉得纹绣师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就是假设我今天讲解给这个客人听，这个客人完全都听不懂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也不要硬要操作，因为这样子后续呢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争议，因为2个在讲什么都听不懂，那当然鸡同鸭讲，最后一定会有争议的啊。以上呢就是我列举不可以操作跟不适合操作的各式各样的人。那因为这个不适合操作的人呢，其实是占大部分的，真正不能做的人呢，其实是少部分的。那为了大家不会在现场呢有尴尬的窘境，所以特别拍了这支影片，希望观众们也好，又或者是纹绣师也好，都可以透过这支影片学习到非常多的经验。Gina 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！感谢你收看我的影片，或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用拍影片的方式来回复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拜。